我的这台凯越450双 R 终于到了，开回来的公里数只有40公里。先把它的原厂数据全部收集完。新车500公里之前，它是有转速限制的，空档限制为7500转左右，1、2、3档都限制为11500转左右。而4档呢，限制在9500转左右；5档呢，限制在9000转左右；而到了6档呢，最高转速则限制在8000转以内。这台车的公里数只有414公里，早上出来呢才是30多公里，今天跑了接近400公里，所以说它是有档位的限制的。每个档位限制最高转速，就是尽可能不让大家去拉高转，因为磨合期还没过嘛，也是一种保护发动机吧，延长发动机的寿命。现在测的是高速行驶的油耗，平均速度呢超过100公里。所有的车测高速油耗的时候都是统一的路线、统一的标准，就连平均速度都基本相同，尽可能的抛开人为的因素带来的差距。因为影响油耗最大的因素就是人。来到测试前的加油站呢，总里程呢变为100公里了，小计里程表已经清零了，而且今天测的油耗全部用的是运动模式。好，现在开始计时，正式开始出发。凯越450双 R 呢是一台高转速的四缸机，转速超过15000转，表显115的时候转速为6200转，也就使用了40%的转速。已经跑了101.7公里，表显油耗是4.4升，平均速度是98。这里显示的是105.5公里，跑了1小时02分，平均速度是101.8公里。好，已经满了，我们看一下。4.86升，4.86升，105.5公里，4.61升，而表显的油耗显示的是4.4升，差了0.2，还可以接受。现在测的是以85到90的速度匀速巡航，模拟国道的速度。现在小计里程表已经都清零了，手机这边呢也同时开始计时。这个速度呢是模拟中最常用到的，这台车极速超过220，这个速度呢也接近最经济的速度了。跑了72.78公里，58分钟，平均速度是74.5。我们看一下这里，70.2，平均油耗是3.5升，平均速度是72。我们看一下消耗多少油，72.8公里。72.8公里，最终消耗掉了2.9升的油，算出来的平均油耗是3.98升。怎么和我之前测的那台以55到60速度匀速巡航油耗一样？速度90的时候转速是5200转，速度60的时候转速是3500转。为了验证数据，我又拿这台车跑了55到60的速度匀速巡航的油耗，把3种工况下的油耗都测了。手机的 APP 显示跑了104.36公里，用时2小时01分，平均速度是51.4公里，表显的油耗显示3.1升。测试油耗呢必须说平均速度，因为测的是这段距离的平均油耗，而且我测油耗，所有的车平均速度都基本相同了。最终以55到60的速度匀速巡航，这台凯越450消耗到了4.09升。4.09除以104.4公里，3.92升，跟之前那台的油耗一样。不仅一样，而且还和模拟国道的油耗一样。之前我测的车呢，都是60的速度匀速巡航，油耗低一些，而这台呢没差别，很有可能是这个转速下的喷油量比较浓。因为这台车即使小油门开度的时候，它给油动力就来，拧油门那一瞬间会比较冲，有点越野车的调法，所以导致油耗和5000转巡航的一样。这台车的动力呢，我会对它进行适当的升级，看一下它的极限在哪，而且极限到底还有多高。因为这一台是中国首台高性能四缸机，目前来说呢，热度还是比较高的，而且改装领域呢，我也很久没弄了，所以在升级之前呢，把原厂的数据都需要收集完，然后用于升级后的前后数据对比。有了实测数据出来后呢，才能对车辆进行分析，所以需要大量的测试。改装的东西一直都比较费时间精力的。